该打虎先锋了啊，精神点，别丢份儿啊！虎先锋，我爱你妈！你他妈一个野兽出身、家破人亡的妖怪，凭什么在这耀武扬威啊？哈！你不是要拦我吗？老子告诉你，要拦我没门儿！要猴头吗？老子这猴头已经在卧虎寺教过好几十回了。大家好，我是旅游博主虚公独城。本期视频是我黑神话悟空考据式通关的第9期。我们今天继续漫通黄风岭，挖掘所见文物的原型，建筑为主，其余为辅。花了3天时间，打了上百次，总算是把虎先锋打过去了。可惜过的那把没录上，连结算的小曲儿都只录了半截，我整个人都残了，赶紧先回土地庙调息，然后再来重新看卧虎寺。看这边有很多一佛二菩萨的浮雕，反复复用，这大概率也是取自云冈石窟的某处。不过一佛二菩萨的搭配是非常常见的搭配，到哪儿都差不多。看这个视角，左侧的虎先锋造像是之前考证过的虎先锋素材复用，这里不多说，重点看右边这一尊，它像是用山西高平铁佛寺的造像改造而成的一座造像，它上方双臂的姿势与这一尊造像双臂的姿势是高度近似的，而且右手均握有宝杵，但相似度太低了，所以我们本处姑且存疑。中间这个位置上方仍然是围攻菩萨圆雕，我们前边说过了，这里不再赘述。下方的小浮雕看不清楚，我用拍照功能放大之后，发现它照样是糊的。然后我们回到中间那张大嘴的旁边，直接跳下去。下去之后才发现，这下边藏着一个璀璨的佛国世界，到处都是各式各样的佛教造像，这和上边血池的反差对比又何其强烈。我们在下边看到了刚才说过的龛，只不过这边的龛不空了，里边换上了鼠头菩萨像。在这个位置，我们可以和敦煌龛的壁画做一个更清晰的对比，一目了然。而卧虎寺内的塔柱与敦煌的此处塔柱最为接近，我们来对比一下细节。现实中残损的浮雕在游戏中被重组了一下，现实中的胁侍菩萨像在游戏里被摁矮了，中间的佛坐姿略有变化，上边的火焰纹变瘦了，上方的佛头发给剃光了，右上角2尊造像姿势相同，但在游戏里一个被剃了头发，一个被摘了头，但我不知道这是敦煌哪一窟的塔柱，因为我去年没去北京看这个敦煌展，所以得请看过的高手帮忙补充。而周边的几个塔柱很明显都是这座塔柱的改编复用，里外里仍然还是那些元素，就不用多说了。但这个方向的塔柱把灵隐寺的小鬼给安排到佛龛里边去了，你灭佛就灭佛吧，哪有这么办事儿的？也不怪举国上下都被诅咒成了老鼠，搞成这样也太过分了。而这个位置有几个小怪藏在坛子里偷袭，这个不足为虑，而两边墙壁上则是某处小龛及其周边浮雕在这边做了个无限次复用，色彩看起来更偏敦煌一些。后边的各个塔柱基本上都是前边素材的重组复用，这里不赘述了。前边有宝箱，该开宝箱开宝箱，宝箱后边2尊鼠头菩萨的造像，咱们就得说道了。他们的取景来源正是山西大同华严寺的露齿菩萨，两者同样是双手合十。除此之外，两者的飘带形状完全相同，腰带形状完全相同，下身衣服的结构和褶皱完全相同，连脚下的莲花台都是一样的。我给大同华严寺出过2期视频，各位可以在我的主页找到华严寺的详解。再往前走，遇到了一堆个头小而且灵活的小怪，瞬间让我想起了玩暗黑2时被冥河娃娃支配的恐惧。我在这边也死了好几次，好在最后打过去了，还弄了个精魄到手。出去之后又能在无头僧那边学到身外身法，顺便解锁一下附近的土地庙。土地庙旁边的屋顶就是前面讲过的汉阙阙顶，从这儿下去就是黄风大圣的地盘了。但我突然想起来，卧虎寺后边还有个村子没去呢，干脆现在过去探探。看道路两边到处都是汉阙素材的复用，第2章真的是太爱汉阙了，可以说到处都是。这一处出现的浮雕造像仍然来自河南郑州市的市博物馆，具体取景自北宋开元寺的武士像，两者均是头戴官帽，怒目圆睁，右手持宝剑，而且姿势相同。游戏中的飘带在龛内已经几乎隐去，但被保留的部分与现实是相同的。除此之外，两者铠甲的造型也是基本相同，仅腹部细节有差异。这下子河南天命人巡礼方便了。然后我们往深处走，打耗子精这个地方，它旁边的这座塔便取景自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的唐天寿太子木塔。这个视角看着不太像，那我们换个视角来对比，这一下一看简直是一毛一样了。
再往前走一段，能看到这样的龟形金色盒，这个在现实中的原型一般被认为是陕西宝鸡法门寺博物馆的鎏金银铜龟盒，但湖北朋友请额外注意，荆州博物馆公布了，他们也有一个同款的盒子，所以大家巡礼时可以就近观看。然后我们深入村庄，能在某些民居的屋顶上看到一些这样的雕塑。在现实中，这种雕塑一般被称作群像雕塑，但现实中的雕塑很少有把人捆成一捆的。如今这边已经是人去楼空，成为了鼠妖的天下，而原有的村民则大都变成了路边的干尸。然后我们打开大门，从村子后边出去，中途看到的这几尊佛像，便是在第一章出现过的首结上品上生印的佛像。上品上生是九品往生中的一种，而九品往生的解析可详见我大足石刻那几期视频。再往前这座桥上，我们能遇到头领虎昌，他生前是个刀客，因为儿子得了重病，只有井底下的虎妖能帮他儿子治病，所以他经常在村子里杀人投喂虎妖，以报答救子之恩。后来事情败露，他的儿子被村民们打死，刀客一怒之下杀了全村的人，自己则在此处日夜癫狂。虎昌这个名字源于成语为虎作伥，刚才我说的那段故事就是为虎作伥的字面意思，很好理解。一开始打虎昌我还躲技能来着，结果被打死好几次，后来我一看躲个毛线，直接一顿莽就得了，什么技能都给他教了，绝对能给他干死。好，打完他之后得了个旧拨浪鼓，这个道具属于是要紧物饰，正好借这个机会考证一下另一件要紧物饰的原型。这一次我发现第一张采集到的色韵在现实中的原型就是普通的珍珠回纹珠，某宝上几十块钱一颗，可能是成本最低的一个了。去虎昌背后的山洞里就能找到这种绿了吧唧的箱子，它的文物原型应是这款清代碧玉龙纹盒，图片我是在拍卖网站上找到的，起拍价180到250万新台币，须者自购。然后我们去做旧拨浪鼓剧情的时候，会触发和孩子鬼魂的对话，同时也会被愤怒的村民干尸围攻。看来大家的怨念很深重，这个时候打不过就赶紧跑，推进下一段剧情就好。然后我们来到打沙国王父子的不济谷，用2位先锋掉落的物品打开那扇通往黄风大圣的大门。当然现在还不该打黄风大圣呢，得先继续推进拨浪鼓剧情。第二段剧情就在这门后的村子里，一旦触发这个剧情，画面就会变成 BBC 滤镜，再往旁边走就能看到一个叫百目真人的首领。这个人物在很早的宣传视频中就曾经出现过了，如今总算是见到了。打这个 BOSS 也没得说，直接就是一顿莽，所有技能变身咔咔往上交，基本上就能直接过了。然后我们去马哥玩龟甲腹那个地方，触发拨浪鼓第3段剧情，就下到井底打一个首领风虎。别看这只是一个首领，可一点都不好打，我根本打不了一点，秒不了他就得被他秒了。你说这怎么办？干脆啊，就拿隐藏 BOSS 赤染龙撒气儿吧。这个 BOSS 在哪儿呢？就在苍狼林的瀑布后边。之前从沙大郎场景的安岳石窟那边拿了隐藏道具，就可以进去打他了。入口我忘了录制了，但也不算难找。其实这个 BOSS 正常打我也打不过，但我学了个逃课打法，那就是先把他打趴下，趁着他喘气8次之后放个定身术，他就再也起不来了。然后就用轻棍慢慢敲，别用重棍，别用广智，不然就给他打醒了。打完赤染龙给的箱子还是法门寺宝函，这里不赘述，但赤染龙给了个真丸博山炉，正好趁机把现有的真丸考证一下。大部分真丸都在第2集说过了，这里补一下玛瑙罐，它的文物原型是清代文物，南红玛瑙巧雕福寿3多花叉。之前这是一位香港富商的藏品，后来在2017年参与拍卖了，之后花落谁家就不清楚了。风铎上次我没提巡礼的事儿，这里提一嘴，辽阳博物馆有好几个同款风铎，距离近的朋友可以现场去观赏这份真丸，位置则在辽宁省辽阳市的白塔区。好，我们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等到了下期我们就要直面黄风大圣了。就我这样的去打黄风大圣能打得过吗？我都表示怀疑，就全靠各位的一键3连来给我增加一些人来疯 buff， 让我一棍子敲碎他的鼠头，通往第3章去了。下期内容同样精彩，各位敬请期待。